走向到底能不能够探索人的命运呢？事业线带有紧致稳，财运不错，但是没办法持续下去，大概率寿命就不是特别长。男人的手要软如绵，女人的手比较粗糙一点的，这种命就比较好。如果一个人看你手相说啊，你在哪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我认为都不太靠谱。我们在35岁这个节点走向另外一只手掌，是不是相当于有选择第2次的一个机会呢？西元丰裕顺，启发的真的是虚剑还是天罗地网，一尘脱俗啊。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道远观节的频道，我是安南。Hello， 大家好，我是道远。戴安老师，那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我们很多中年朋友都会很关心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明明是看着这个收入很稳定，但是很多人可能都是守不住财，就可能这里投资一点，那里投资一点，然后这笔钱就不见了。其实我经常有听说手掌财富嘛，那是不是掌纹里面就藏着我们这个财富的信号呢？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很穷，说手头很紧，对，然后这个人很富，手头宽裕，宽裕，掌握财富，掌握权力，掌握幸福，好像一切都跟这个手掌相关，那手相到底能不能够可以探索人的命运呢？那首先来讲，从一个手相上来看啊，我们传统的手相命理怎么看哈？首先男看左手啦，女看右手啦，所以但是男人看左手是35岁之前看左手，35岁以后就看右手了，而女命是35岁之前看右手，35岁以后就看左手了。其实我们经常讲财运，它跟我们的事业线相关了。如果你的事业线很好，那并且这个事业线的这种纹路它没有波折，对，它比较清晰，然后在你的事业线旁边还有带有这种紧致纹，那么的话就代表了你的事业和你的财运都是不错的，而且有盈余。那可能有些人的事业线会比较短啊，然后又可能不太清晰，然后又可能没有紧致纹，那这种人是不是就注定了一生就是贫苦？其实它也跟八字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八字里面你没有财星，可是你有官星，那你官当然也有钱，是吧？你没有官星，但是你有才华，你时商当定，又为用神的话，你可以靠才华也可以代表钱，所以手相上面看的话，比如说你的事业线不强，但你的智慧很好，那么你可以靠智慧啊，或者是你平平无奇，你天资平凡，但是你的生命性很长，你30岁不开悟，你40岁不开悟，你50岁你总会开悟吧，你60岁你总会开悟吧，所以它会大器晚成，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包括它的温度，其实也可以决定财富指数的。像我们婴儿，它的平均的温度在37度左右，而我们现在成年人是达不到37度的，都是36度多。那如果一个成年人他的身体，他的温度能达到37度，那这个人的身体就是极其的好，他的阳气极其的足，承载着财富，承载着权力。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你握手就知道了，他的手心很温润，是吧？那你就知道他是财富指数还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发明了这种就是握手的礼仪？其实就是在试探。我不能问你名字，我也不能问你什么其他的这种信息，我跟你握个手，我就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有福之人，我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财运，到底就是你这个人身体到底健不健康，那同时你看，我们看我们的手相，男命和女命它都不一样的，就男人的手要软如绵，女人的手其实实际上就很多人觉得，哎呦，女人的手长得很漂亮啊，对啊，纤纤细长的，白白净净的，然后的话把它护理得很柔软了，是不是？是。其实女人要看她的，比如说要看她的掌心，她是要比较粗糙一点的，这种命就比较好。就是反而是粗糙一点的、硬一点会比较好一点。对，硬一点点，然后的话，女性她不要软如绵。对，所以她都要取一个平衡嘛，男的要软啊，女的其实实际上她就粗糙一点会比较好。就也是学到一个阴阳平衡的一个点。对，都是要阴阳平衡的。这个世界的万物它都是阴阳平衡。那我看这个掌纹呐，其实它好像每个人的走势都不太一样嘛。是。那有些人的手掌可能就是很乱，就是乱七八糟，感觉一团，就根本找不到哪一条是主要的。那这种的话有什么书法呢？其实你看，我们清晰的看到一个人的掌纹，其实你掌纹越清晰，其实你的人生，其实它就相对来说就比较有目标性了。对，然后的话就是人生就是那么几条主线了，是吧？比如说要么干事业，是吧？要么做学术。那我们看到有人的那个散文，
掌纹它是乱七八糟的，所以你就看到他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后天做那个，他的一生大概率就是有点像那种居无定所的感觉。颠沛流离的嘛。从你的手相上也可以看得到一个人的这个一生的这个命运会去到什么样的这个位置。那从我们的手相上面，就是浅浅的看一下，到底是出现哪种形态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呢？你断掌啊，断掌就是我们中间这一条线，是吧？一直是贯穿到底。这样子你看到这个断掌的话，你就知道哦，第一就可以看他说丢亲无靠，第二个呢，可能他有克父克母，甚至防子啊，妨碍自己的子女，有他的人生都是比较坎坷的。然后你没有事业线的呢，也需要注意了，对吧？然后生命线长短以及生命线有没有分叉啦，这个也很关键啦。那么有分叉，它可能小分叉可能有一个小病啦、小灾啦。大分叉可能有大的这种灾难呢，对，如果你生命线又没有办法这个持续下去的话，你知道这个大概率的话，它的寿命就不是特别长了。是这样。那我想问，就是道元老师，就是刚刚说了，女生是看右手嘛，35岁之前，那是不是相当于说我们在35岁这个节点走向另外一只手掌，有选择第二次的一个机会呢？哎，我们其实很难选择我们自己的命运的，寿命是没办法更改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像一年有4季轮转是没办法改变的，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那么春天我们就知道，它先天就是要耕种播种的季节，对不对？那么这是天时，没办法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做选择，就比如说是种瓜还是种豆，种瓜就得瓜，种豆就得豆。我们只能在这个地方顺应天时去做一些选择。首先当然是可以探索人的命运呢，但也不能那么全面，否则要八字干嘛？对，否则要奇门遁甲干嘛？或者其他的术数干嘛？对，那么手相和面相，包括你的八字，包括你用其他的术数，它其实都是为了综合性去探讨你的命运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如果看你手相说啊，你在哪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都是我认为都不太靠谱。仅代表我的观点啊，也不代表其他的所谓的大师，他都可以从手相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前世今生。对，明白了。那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手相呢，虽然说它并不全面，但是也是很有趣，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去自行去娱乐一下，去看一下都是可以的，参考一下。然后当然我们要同时参考到我们的八字啦，这样才会有一个对自身一个准确的一个判断。当然还是要通过其他的术数。对，是的。那其实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结束了，那就感谢道元老师给我们科普手相的一些小知识。那如果说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好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